大家好，欢迎来到丑勺子的频道。2025年呢，我去了趟台湾，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台湾。那对于生长在中国又久居在美国的我来说呢，看台湾其实就是像看中国的一个镜像，它处处都很像，但是呢，处处呢又都有不同。那这期视频呢，我就想主要讲一讲我比较直观的、亲眼看到的蒋介石在台湾留下的一些印记。那我的第一感受呢，就是台湾从集权、威权向民主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呢，它的社会和解呀做的是非常好。其中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蒋介石时代留下的那些极权主义美学啊，它不是简单的保留，也不是简单的一拆了之，而是呢，在尊重社会共识的基础上改造融合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那比如就说这个中正纪念堂啊，蒋介石死之后不久就开始建了，它建筑上呢应该是和那个中山陵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我看到石阶上那个图案啊，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皇宫。另外呢，边上还有两处这个配殿啊，也都是皇宫的这个遗址啊。那在海峡两岸呢，蒋介石比他的老冤家毛泽东是早死了1年。其实毛死后啊，中共在政治上对他的纪念和国民党对蒋介石的纪念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这个极权主义美学的具体体现。比如说呢，他们都选择是在首都的中心位置，要重新打造一座纪念堂。那中共那个是苏式的建筑，国民党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中式的建筑。另外呢，对遗体的处理也是这样啊，中共是效法苏联，对列宁遗体的这个永久保存啊，老蒋呢则是更传统一点啊，老中思维，他是念念不忘这个落叶归根，要回到浙江奉化老家去入土为安，所以呢，他的遗体呢其实也是要长期保存的，但是只是呢因为暂时回不去，所以叫做暂错啊，在这个桃园的这个慈湖陵寝里边，这个我们稍后再说。不过呢，幸亏国民党是没有把老蒋的灵柩安放在中正纪念堂啊，否则呢，在民主化时期呢，迁葬可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够他们折腾的了。但是呢，只要你不涉及到遗体，像是中正广场改名自由广场啊，中正纪念堂里边，陈设要怎么安排，外面的这个配殿改成了音乐厅啊、剧院，什么放什么节目，这些呢还都相对好办一点。那我去参观的时候看到的中正纪念堂的状态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就像是两种历史的并存。那走进中正纪念堂呢，如果你想看蒋介石的生平介绍展，那就往左走；那你如果想看台湾民主化的介绍展览，就往右走。我是先往左去的啊，看了蒋介石的展览。那关于蒋介石的展览呢，它的措辞上其实对老蒋是多有推崇的。那展出的物品呢，大多也都是宣扬蒋介石的功绩的啊，完全没有负面的内容。其中一组展品呢，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呢，蒋介石的部下给他写的那些报告，还是按照很传统的这个书写的格式啊，去给他抬格。那至少从格式上来说呢，似乎更像是清代的奏折，而不是现代的国家这个下属给领导人写的文书。那这一点其实和对岸还是很不同的。那么在毛泽东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呢，尤其是到这个1949年之后，部下给他写信，其实还是更接近现代的风格啊，更平等一点。好像我没有见过给毛泽东的书信啊，像这个给蒋介石的汇报那样要给他抬格的。那至少在纸面上啊 ，literally 纸面上，中共的高官与毛泽东的关系呢，似乎比国民党高官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平等一点。当然这是很片面的从书信的角度去观察啊。当然在其他方面呢，老蒋的独裁程度那和毛泽东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再说回中正纪念堂，总统展览的对面就是民主化的展览。那这个展览呢，就基本上就是秉笔直书了，没有任何这个为尊者讳啊。他客观介绍了蒋氏父子，尤其是小蒋在民主化过程中的正面和负面的作为啊，一点也没有顾忌与这个10多米之外的这个展览完全不同调这个问题。那这种共存呢，其实就是今天台湾的缩影，我认为也是转型社会能达到的最好的效果了。
其实呢，当前的中正纪念堂呢，除了老蒋的这个铜像还端坐在顶楼之外，基本上其实已经是去政治化了。尤其是在前几年把这个卫兵给撤掉之后之前铜像大厅呢，每天都要举行多次这个卫兵换岗的仪式，这也是游客打卡的一个点。但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卫兵换岗仪式就从铜像大厅给撤掉了。那在这之后可以说纪念堂本身基本上就只有历史属性了，而不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终身的领导人的一个象征。那它边上的广场呢，也改名为自由广场了。基本上确实挺自由的你想干啥都行，进出也没有任何限制。但是呢，反观对岸这个纪念毛泽东的这个场所也就是所谓这个毛主席纪念堂，那它周围所处的这个天安门广场，那近几十年来呢，则是恰恰相反，它的政治属性是越来越强。那当然了，天安门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它就一直是政治的象征。但是曾经呢，它还是允许你有一个非正式的属性去存在。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姜昆有个相声，梁左写的，叫《特大新闻》。里边的一个桥段呢，就是天安门广场要改成农贸市场了。现在上级领导决定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那当然最后证实是谣言这种艺术创作呢，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当然了，6·4事件给天安门广场的这个形象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之后的10多年，直到本世纪初，那么官方还仍然是允许它承载一定的非政治属性。那比如说在2001年中国这个申奥成功的时候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自发的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庆祝挥舞国旗什么的。那路过的汽车呢，也都是鸣笛庆祝但是如果放在今天，那这种场景又已经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了。那其实我去台湾之后呢，在北京还待了几天。当时想呢，我在台湾看了老蒋的纪念堂，那在北京我也去看看老毛的纪念堂直观对比一下。所以呢，我就在他那个微信小程序里边预约了一个参观。那他倒是有提醒现在天安门广场要安检，预约需要提前到。于是呢，我就提前了半个小时去的，结果发现呢，进天安门广场的这个安检队伍已经排到了南池子大街，还要再往东了。而且队伍是蛇形的，拐了好几个弯儿。问了一下负责安检的这个警察，对方告诉我呢，想进去至少得排2个小时左右了。那我大概算了算，等我进去之后呢，预约窗口早就错过了，于是呢就没去成。那现场大概是3步一岗5步一哨已经把对这个进天安门地区的这人的这个管制程度呢，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了。那我在台北呢，其实也遇到一个类似的场景，需要经过安检才能进入，就是元旦当天在总统府门前看升旗。但是台北的安检和北京的安检呢，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在台北安检呢，其实没什么压力。但是在北京呢，一样的排队就给人一种很强的压迫感。我想呢，主要区别在于总统府元旦升旗的那个安检，它的目的在于维护安全主要是要检查你的随身携带的东西里面有没有什么危险物品。那北京的安检呢，就不太一样了。那刚才说到中正纪念堂蒋介石铜像的这个站岗卫兵和换岗仪式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现在在台湾呢，由军队仪仗兵给蒋介石站岗的地方还有，就是在他的陵寝那里桃园的慈湖陵寝。那这次去台湾呢，我也是特意到慈湖陵寝去参观了一下。慈湖真是个好地方尤其是老蒋选的这块地方，是山清水秀周末短住，死后常住，都是神仙之所在。那换岗仪式呢，是每个小时1次。我们去的时候游客寥寥，还不到10个人，加在我们在内。
可能是因为呢台湾人都看腻了啊，主要是大陆游客对这个点儿比较感兴趣，但是呢现在又来不了。那可能是因为参观的人少吧，我觉得仪仗兵在交接的整个过程中也挺松弛的啊。我还看到其中有一个大兵，他的脚步走错了，但是呢当场直接纠正过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可惜呢，老蒋的灵柩呢是因为之前被人泼漆，后来就不对外开放了，所以这次呢没有看到，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去看一下。那其实相比于卫兵换岗仪式呢，慈湖陵寝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台湾在解严这个社会和解时期，全台湾各地的蒋介石铜像好多呢都被汇集到这个地方，最后来统一安置了。那在这个雕塑园里边呢，我倒是看到更多台湾本地的游客，而且是上了岁数的偏多。数据显示呢，这个铜像公园里边一共有200多座蒋介石像。其实要我说这些雕像本身呢，大多数是政治的产物，没什么艺术性，但是呢，都汇聚在一起，看上去好像是蒋介石自己向自己挥手自己和自己会谈，自己对自己微笑，这一下子就升华成行为艺术了。但是这个地方如果晚上进来，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瘆得慌？那我觉得打包重新安置在社会转型不同群体的之间的和解过程中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法。那再进一步呢，我就不禁想到，日后中国如果在社会转型的时候，那台湾这儿呢，其实就是现成的作业了，可以直接抄如果有一天呢，中国进入了后共产党的时代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毛泽东的雕像包括还躺在这个纪念堂里边水晶棺里的那个尸体其实我认为呢都不是一定要销毁，可以考虑呢都给它打包运到湖南韶山去划一块地方重新安置。当然了，尸体怎么处理应该由他的后代，比如毛新宇将军他们去决定这样呢以后呢乌有之乡呢，其实也就不用真的乌有了，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给他们去怀旧朝圣，那不也是好事一桩吗？其实呢，苏联垮台之后呢，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就当时就直接把列宁斯大林一些雕像给拆除了、销毁了。有时候我会想呢，如果他们像台湾这样，把这些雕像纪念碑什么的都给转移到一个地方去，其实那也不是坏事可以提醒一下后人，之前有这么一个时代存在过。这样呢，共产党的遗老遗少们呢，他们如果想要凭吊，也可以有一个地方他们如果有这么一个情绪出口呢，那对整个社会而言，可能也是利大于弊的。当然了，有一句话不是说嘛，叫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虽然是从中国来的但是实话说，我确实没有怎么经历过最严酷的那个共产党的统治。所以说呢，在后共产党时代呢，人们对这些符号象征如果是恨之入骨必须要这个除之而后快。其实这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那其实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台湾它的多元和包容。那这种多元多到什么程度呢？在我们旅行中呢，有一天呢是从台北开车一路南下到台南。那在这短短几个小时的车程中，我们就沿途看到了至少4种完全不同信仰的这个寺庙，或者说是祭祀礼拜的场所，可以说是风格迥异气象万千，而且都是规模很大的分别呢是拜佛的这个鹿港的龙山寺拜妈祖的鹿港天后宫和北港的朝天宫，拜郑成功的柴林角开元殿，还有一个拜王爷的南昆山代天府。另外呢，从台北出发之前，我们还顺路去参观了一下圆山大饭店。这个圆山大饭店其实也像一个大庙似的那当然拜的谁我就不知道了。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台湾本土文化的代表，它在一个不大的地域范围内，在同一个时间内都相当的繁荣兴盛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多元和包容的社会里，其实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就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结束之后，那尽管有很多人恨老蒋，但是呢，他最终的下场也不算太坏，当然也不是那么好就是了。那另一方面呢，台湾社会从解严
到今天，围绕蒋介石的功过是非呢，还是有很激烈的争论甚至冲突。那我想这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呢，都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呢，以一个外人的眼光匆匆一瞥来看呢，台湾做到今天这种程度，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那我不知道老蒋生前有没有想象过全台湾各地那么多自己的同乡，最后都汇集到了同一个地方汇集到了自己停灵的这个地方来陪着自己，就好像呢是现实和虚拟的多条这个平行的时空线都汇聚到了一起。那我不知道老蒋生前有没有想象过，他死之后的灵柩呢，已经在他的这个行宫呢是暂错了半个世纪之久，那回归故土安葬呢仍然是遥遥无期。而呢，为了纪念他在台北市中心打造的那个中正纪念堂，今天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也不知道老蒋生前有没有想象过，他曾经日思夜想要反攻、要光复的大陆。那在他死之后呢，那边的集权呢，也是经历了从放松到又收紧的这么一个曲折的过程。那到今天呢，进攻台湾的危险又一次迫在眉睫。而在台湾呢，他的曾孙蒋万安已经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当上了台北市长。那未来的中国什么样呢？我很难预测。但是今天台湾的多元与活力，我认为或许可以说明一个华人的民主国家是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性的。那这期视频呢，主要聊了我看到的蒋介石在台湾的存在，以及我的一些感触。其他方面呢，以后我们可以单独再聊。当然了，我这次去台湾只待了10天左右。平时呢，我也只是从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上了解台湾，所以我的认识呢，肯定是相当局限、相当肤浅的。未来呢，有机会我也一定会再去台湾。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喜欢视频内容，还请您点个赞、订个阅。咱们下期再见。